感谢阿米洛比熊机械键盘对本视频的大力支持，键盘艺术家阿米洛。你相信命运吗，六？不，让我来告诉你，你为什么来到这里。你来是因为网络太差，即使网速很快，延续也无法彻底解决。那有什么办法吗？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你可以选择什么都不做，也可以选择把联机宝带回家。手臂像刚才那样，眼睛看着我，对，尽量不要动。主机加速盒子始于其有联机宝。全宇宙的华人玩家们，你们好，感受到 Gambler 就知道游戏，我是聂俊。论抓鬼，东西方文化可谓截然不同啊。虽然对妖魔鬼怪一样都有好奇心，一样忍不住呢想要听恐怖故事、看恐怖电影，喜欢林正英扮演的民间大师，被周星驰的回魂夜逗得捧腹大笑，甚至想学某个不要命的书生去勾引良家女鬼哈，真是羡慕啊！但无论艺术作品如何二次加工，在我们的骨子里，鬼怪终究是避之不及的。古人说得好，联机加速不丢，不对，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这就是东方文化。那这一点呢，西方文化就要坐实了很多啊。虽然也害怕啊，也敬畏，但他们呢，就是越害怕越喜欢去聊骚哈。西方文化呢，相对不会像我们那么避讳这类东西，他们不讲究风水，很多酒店呢以闹鬼为卖点，目的呢直接建成了公园。万圣节来了，大家不是坐在家里等待鬼怪消失，反而融入其中上街玩耍，以至于我们的降魔法器和大宝剑到了人家那里就成了雷达和吸尘器。电影《捉鬼敢死队》对西方的鬼怪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据我们的美术大佬陈家辉回忆啊，他在加拿大求学期间呢，老外朋友们呢组织了一次家庭电影聚会，就是一帮人聚在某个人家里看电影。然而想不到的是，他们竟然选择看的是《抓鬼敢死队》，而且里面除了陈家辉，人均都看过了20次啊，就是这么喜欢，就是这么影响力深远。就连著名的 Discovery 也出品过以此为题材的捉鬼行动大队，包括本视频的主角路易吉洋楼系列在内，他们都是西方文化对捉鬼的奇怪执念的体现啊。这种文化差异也影响到了路易吉洋楼在亚洲啊，尤其在国内的人气不那么高。就光看画面，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抓不到这游戏的亮点啊，甚至觉得用吸尘器吸鬼就有什么好玩的呢？哈，加上游戏的主角不是马里欧，而是那个万年火不起来的二当家绿一级，提不起兴趣那是情有可原的啊。但是请相信我，如果喜欢任天堂的关卡设计，钟情于抛开杂念，在箱庭中寻求纯粹的快乐，体验主题乐园般密集但又妙趣横生的游戏理念，那么错过了路易吉洋楼3会是你一个大损失。其实路易吉洋楼系列的运气一直不算好，初代作品是 NGC 的首发游戏，虽然游戏获得了一致好评，但由于赶工的限制，游戏流程相当短，没有展现出这个 IP 的潜力。路易吉难得做一次主角，结果初代之后这个系列直接雪藏了10多年，直到路易吉30周年那会儿才被重新搬上了 3DS。 想想这几十年间马里欧都出了多少游戏了啊，果然2P 是没有人权的。不过说是30周年，但给 3DS 开发路易吉洋楼2的另一个原因是任天堂想要实验 3DS 平台的性能，所以洋楼2其实和初代一样，又是小白鼠，
是给自己的兄弟做嫁衣。也是因此，洋楼的改进主要是前作令人诟病的流程长度、缺席的多人模式、游戏系统的完善，以及当年没能实现的 3D 效果，实际玩法的改动不算很大。是的，早在 NGC 的初代，路易吉洋楼就已经涉足 3D 了，只是碍于当时 3D 显示设备的成本，才不得不放弃。看来哪怕是任天堂也年轻过呀。不过小白鼠也有好处啊，无论是初代洋楼还是 3DS 上的续作，都在当时平台上拥有模范级别的画面表现力。这次的路易吉洋楼3再次继承了这个优点。考虑到之前发售的风花雪月、异界锁链、织梦岛，要么画质不够好，要么帧数不完美，要么两个都有问题。反观默默无闻的路易吉洋楼3，画面表现反而好到让人怀疑是不是玩了假 NS。不能吐槽分辨率和帧数还是有点不习惯的。毫不夸张地说，路易吉洋楼3的画面不一定是最好的，但确实是目前 NS 上综合表现最均衡的，几乎没有短板，突出一个赏心悦目。从沙发上垫子的材质刻画，到草丛随风而动的空气质感，再到布满沙尘的埃及古堡，而且所有这些细节都会随着吸尘器的开关而赋予了生机，配合过场动画的衔接和无处不在的物理碰撞，二当家这回可算是做了一次真正的亲儿子啊！玩法上洋楼3的改动也不小啊。首先，这次其实已经不算是洋楼了，完全就是一个超级豪华大酒店啊！所以不像前作有好几栋不同的洋楼，而是把关卡分散在了大酒店的17个楼层中。虽然看上去好像还是通过电梯来选关，但一方面感官上没有选关卡的割裂感，另一方面每一层关卡都是一个完整独立的主题，例如购物中心、庭院或者摄影棚。玩家的流程分成了10几个阶段性的目标，且不谈同一幢大厦带来的物理连接能更好的沉浸其中，光是如此多的关卡主题就已经吊打以往的作品了。可以说，路易吉洋楼3最令人享受的时刻，就是完成了一层，坐上电梯，期待下一次大门打开时，游戏准备了一个怎么样的舞台。为了避免乐趣的消失，我会尽量减少在视频里展现主题的类型啊，所以游戏中实际的惊喜会比视频展现出来的更多。毕竟作为一款主打捉鬼的游戏，出现什么神棍设定都不会让人觉得奇怪啊。任天堂可不会傻傻的在这里追求什么合理啊，这一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抓鬼方面，本作也试图改善以往战斗单一的问题，毕竟核心的玩法其实也就是路易吉先亮下对方的鬼眼，然后再用吸尘器吸鬼而已，确实非常简单。刚开始还有点新鲜感，抓久了也就那么回事，跟追妹子一样没什么难度。当然，游戏不可能所有鬼都是闪一下吸一下就能搞定的，有些鬼会藏起来，有些会戴墨镜，有些会举盾牌，总之就是变着法子阻止玩家的太阳拳。不过花样千万，喷吸闪拽轮番上，路易爆鬼过肩摔，乖乖躺地雅木茶。即便是加入了这些设定，整体战斗还是比较公式化，况且这些也不只是3代才有的。但是新内容3代其实也不少，比如这只吸尘器不光可以吸气喷气了，喷和吸一起按，还能使出一招奔屁跳跃，有那味了啊！遇到特定物品甚至可以发射皮揣子吸上去，味更重了啊。游戏还新加入了路易吉的分身魁翼级，魁翼级可以穿越栏杆，不怕物理攻击，能钻下水道。等等，路易吉自己怎么不会呢？不是水管工吗？死了还能无限复活，关键是胆子够大，龙潭虎穴随便闯，妖魔鬼怪照样收。反正除了怕水之外，路易吉能干的他能干，路易吉不能干的他也能干。别说这么一想的话，路易吉好像还真他喵是个废物呀。虽然3代的操作比2代可玩性大幅增加了，但带来的更多是谜题上的新思路。要说普通杂兵战的话呢，变化幅度比较小，我体验下来感觉也是偏简单了。中间2次追猫的剧情战也有点故意拖慢节奏。不过3代的 BOSS 战确实做得非常不错啊。本身游戏就分了17个楼层的不同主题，每个主题又有完全独立的 BOSS， 每场 BOSS 战不但会思考如何融入主题，利用主题，相应的攻略方式也是千差万别。正因为是每次都要思考 BOSS 的攻略方式，过程比一眼就能看明白的杂兵战要有趣得多。比如我个人就很喜欢摄影棚楼层，玩家不是直接和 BOSS 战斗，而是被 BOSS 安排去拍摄一部特摄片。路易吉需要一边躲避攻击制造火爆镜头，一边用吸尘器和这个山寨怪物上演对波大戏， BOSS 反而在一旁为玩家欢呼喝彩，令人捧腹啊！这很有我们拍正片广告的感觉嘛。
虽然从技术来说这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啊，但在情绪调动上，它就做到了让玩家乐在其中，而这也仅仅是数量众多的 BOSS 的其中之一。如果说以前的路易吉洋楼还在追赶自家大哥马里欧的脚步，那么到了3代，我觉得这个系列完全拥有自立门户的实力啊。虽然不够完美，但路易吉洋楼3已经把这个系列提升了一个新的高度，无论表现力还是系统的完成度都有着长足的进步。很庆幸这款游戏没有按照原计划登陆 Wii U 平台啊，转在 NS， 让路易吉洋楼3获得了更长的开发周期。如今看来，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啊。更何况本作还支持最多8人的本地或者在线联机，并收录了3个用于本地娱乐的聚会小游戏，真是360度无死角良心啊！如果碍于文化差异或者单纯不感冒路易吉，就选择放弃这款作品的话，我觉得会非常可惜。路易吉洋楼3恐怕是目前国内最容易被低估的任天堂游戏之一啊！在他身上，我找回了玩马里奥奥德赛时的快乐，那种惊叹于关卡设计脑洞的亢奋，那种被无声的设计所滋润的惬意。对我来说，这或许就是任天堂为二当家路易吉量身打造的另一部奥德赛。接下来，让我们更进一步从游戏设计的角度，看看任天堂是如何把自己的游戏制作理念融入到这位绿帽小弟中的。虽然我非常喜欢任天堂的游戏，也做了不少老任的游戏视频，但其实我真的没有那么愿意做任天堂的节目啊，因为实在太费劲了。任天堂很擅长于隐藏设计，越是优秀的作品往往越是如此。这对玩家来说呢是种享受，但对做视频而言却是灾难。不过也因此，老任的游戏是最适合拿来研究游戏设计的了，这次也不例外。任天堂是非常典型的玩法至上的公司，他们开发新游戏时，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想要实现什么样的玩法，而不是要打造什么样的世界，描绘什么样的故事，逻辑严不严谨或者逼格够不够高哈。只有当最基础的玩法确定后，他们才会配合玩法去构建剩余的要素包括主题和剧情。正如奥德赛的帽子贯穿游戏始末，喷射战士的涂鸦改变了射击游戏的打法，荒野之息强大的物理引擎引出了各路神仙。路易吉洋楼3同样如此啊！为什么一款以路易吉为主角的游戏，路易吉在系列里却连最基本的跳跃都不会？你可是马里奥的兄弟啊，连跳都不会，我那么胖还可以翻滚呢！因为路易吉洋楼的核心玩法在于吸尘器，而非路易吉本身。跳跃不是必须的，甚至会影响玩家对游戏核心的理解。试想，如果路易吉可以跳跃，场景和敌人却不会做出反馈，那跳跃的意义又在哪里呢？这也是为什么洋楼3在加入跳跃元素时，是通过吸尘器的反向喷射，而非路易吉本身。这既可以把玩家注意力放在一个核心上，同时喷射跳跃又能击退敌人，影响物品，它是有功能的，不是为了跳跃而跳跃。同样，初代玩家还只能吸气闪闪光，到了2代可以发射还原物品的暗光，3代加入了喷射跳跃、皮揣子，更有魁翼级，玩法的提升远超前作，可以发挥的设计也就越多，但也无法避免的复杂化的操作。以洋楼3为例吸气、喷气、闪光、暗光、皮揣子、魁翼级，游戏最多也需要6个按键来支撑这个系统。以任天堂的习惯来说，这已经算是太复杂了。我在皮克敏的视频里说过任天堂喜欢给游戏做减法，就像马里奥的跳跃可以应对绝大部分交互，玩家只需要跟随本能。这种1对多的减法，路易吉洋楼同样存在没错，就是这个。吸气是路易吉洋楼最基础的功能，可以吸走纸张、坐垫、树叶、窗帘等等，可以掀开地毯用于摆荡，代替船桨，改变地形，组合道具，搬动开关。哪怕真互动不了了，游戏也会象征性的给予反馈。路易吉的吸和马里奥的跳一样，都是交互上的核心。但这世界上没有万能的设计，1对多的减法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任天堂也不会强迫玩家只用1个键来玩塞尔达。所以路易吉洋楼讨巧的地方在于，他把所有的操作都锁定到了吸尘器这个物体上，实现了功能主体的多合一的减法。所有行为都由吸尘器出发，哪怕是分身魁翼级，设计上也是吸尘器里的一滩液体，以至于大部分玩家可能都没有意识到3代的操作相比2代来说其实复杂了不少。
如果录一集的每一个动作都要掏出一个新的道具，游戏一下子就变得臃肿了。然而这样同样也有新的问题，那就是动作权重的失衡。如上所说，吸气是路易吉洋楼的核心操作，玩家大多情况的反应都是吸一吸，权重之高几乎可以说是本能反应。但这也意味着其他动作的权重变低了。久而久之，难免会有某个时刻暂时性的遗忘掉了某个操作，从而造成了不必要的体验卡顿。所以路易吉洋楼格外强调功能的可视化以及流程上的隐形引导。比如洋楼3中的很多物品都会刻意加上一个圆，暗示玩家使用皮揣子。可以被闪光灯触发的道具必定会装上灯泡，需要暗光照射的隐藏物品通常都会刻意留白或者留下些许痕迹。以庭院楼层里的一个房间为例首先上楼梯，发现道路被荆棘阻挡，而且这个荆棘是游戏里第一次出现，暂时不知道怎么对付，只能进入旁边的房间。进门之后会发现洗手台上的荆棘和门外的荆棘是一样的根据前面流程的经验，多数人看到荡在旁边的球形枝条，应该就已经知道了这里是要用吸尘器吸了更何况游戏还特意给了一个光影特效假设玩家真的没有注意到，选择转向一旁清扫树叶，树叶堆里其实也隐藏着第3个荆棘。而当玩家拉动枝条后，荆棘随之消失。这下子都知道怎么对付门外的家伙了。但荆棘的枝条藏在了马桶里，吸不出来怎么办？一看旁边那4周圆形图案的大坛子，再看看马桶座上夸张的裂痕发射皮揣子吸住拖拽过肩摔，谜题解开了。在这个过程中，游戏引入了新的元素，却没有使用任何文字，就让玩家自主的学习并完成了解谜。这就是隐形引导和功能可视化的出色应用。这玩起来看似简单，其实非常考验设计师的经验。比如同样是庭院楼层这一关刚刚荆棘房间之后，很快会来到这个西瓜房间，但因为对之前的马桶印象实在太深了，一看门被大西瓜挡住了，旁边又是一个和之前很像的马桶，再加上又有小西瓜可以当炮弹，所以第一反应就是要砸马桶这句话有味道结果砸了半天也没成果，还怀疑是不是自己砸得不准。但游戏其实只是想要我用路易吉和奎一吉一起用皮揣子拉西瓜，仅此而已，压根就和马桶没有半点关系。当然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不是谁都和我一样犯傻而这反而说明了设计一个完美的隐形引导有多么不容易。老玩家有老玩家的自作聪明，新玩家有新玩家的不懂套路。制作一个引导优秀的小房间或许不难，但把这种设计延伸到整个游戏，并始终保持较高的水准，其难度和工作量就会指数级的增加。这也是普通游戏和好游戏的分界线任天堂那帮天天研究游戏关卡的老司机，把揣摩人心的天赋点到了数据溢出。他们知道如何控制反馈密度，并把每个楼层限制在40分钟左右，让玩家每次想要退出的时候都有新动力继续探索。他们懂得运用1对多的交互发散思维，挖掘每个玩法的深层维度，也明白如何要用多合一的减法安抚玩家，避免系统之间的互相孤立。他们知道通过隐形引导和功能可视化，预防动作权重不一埋下的隐患，反过来也会故意利用玩家的一时盲区，安排一次收集元素的意外登场。而且最重要的是，路易吉洋楼3从来不会辜负玩家的期待，每个细节都有其设计用意。每当玩家抱着怀疑的心态去验证想法时，游戏总能给予乐于思考的人大大的奖励。这种由思考和验证组合而来的反馈，会让玩家对游戏产生信任感，而信任感又会促使玩家更加积极的投入，挖掘普通人看不到的设计，从而形成一个螺旋上升的正向反馈，并最终化作无数玩家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那句有趣好玩。好的设计讲究心照不宣，正如最简单的感叹往往也是最高的评价。我不知道游戏在各位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但对我来说 Gameker 成立以来转眼4年时光，随着视频的越做越多，出于工作的需求，看待游戏的方式也从最初的享受慢慢变成了抽丝剥茧的理性审核。这种无形的转变让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可以理所当然地感受游戏应有的乐趣，但任天堂总会成为例外，因为任天堂的游戏核心就是单纯的好玩，光是这一点就已经把我和非从业玩家拉回了同一视角。而越是分析这个内核，就越会发现任天堂为了让游戏变得好玩，在大部分人都看不到的地方花了多少心思。
几十年前，电子游戏还只是几个方块，但现在它庞大到可以塞下整个幻想世界。人们开始追求更真实的体验，探索交互的可能性，用游戏挑战其他艺术，用游戏记录历史文明。它可以成为大众社交的一部分，也能在最小众的圈子里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游戏可以承载的早已不是好玩这么简单，但我还是很高兴，路易吉洋楼3能够让我想起当年自己爱上这个行业的理由。路易吉洋楼3是一款偏向于主动体验式的箱体游戏，虽然玩法截然不同，但它和超级马里奥奥德赛的受众其实有着不少重叠啊。就像奥德赛的乐趣在寻找月亮，那构成路易吉洋楼3游戏主体的，恰恰也是玩家如何与场景互动、发现秘密的过程。所以，如果你是那种乐于发现游戏细节、享受自主探索、喜欢箱庭设计的精致感、渴望被高密度的反馈集中轰炸，并且相对于精妙程度更加注重解谜的趣味与否的玩家呢，路易吉洋楼3绝对会让你乐得合不拢嘴啊！但相反的，如果你更喜欢被动式的游戏体验，喜欢那种游戏把精美的设计直接放在眼前啊，不用思索太多，不用收集这个收集那个，也能体验到绝大部分内容的游戏设计的话呢，路易吉洋楼3的精妙可能反而会成为一种累赘啊。所以总体而言，本作依旧是一款轻战斗、轻解谜、轻操作、重乐趣的游戏。所以只要不排斥任天堂对游戏那种欢乐基调，买来一试也是未尝不可啊，说不定还能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呢。好，跟朋友在，我是建俊，下一期我们去当快递员。